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的频道。想注册美国公司，但不知道从何下手，的朋友们，那今天就可以来认真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那么本期视频会实操展示，手把手教你如何在线注册英国公司，并且低成本高效率。那这个非常适合跨境电商卖家以及在创业的一些朋友。那么想要注册一家英国公司的话，你只需要准备你的护照加一个地址证明。有了这家英国公司以后呢，你就可以方便注册，比如说全球收款的平台、或者说Wise这种企业账户，并且可以一键开10几种币种的一个账户。那注册英国公司呢，有个好处就是它没有外汇的一个管制，并且资金流动更自由也更方便我们入驻跨境电商平台，拓展你的一个全球市场。并且还有一个好处英国公司每年的一个维护成本基本不要钱它的成本非常的低不到1000块钱，这样子就可以实现一个全球收款，零障碍。好，接下来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实操。那么如果你对注册英国公司是完全的一个新手小白你就可以请这种专业的服务商来帮我们注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注册英国公司的一个服务商它的名字叫 Wellness Formation， 它的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打开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那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我这里可以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个实力。首先它是英国最大的规模的一个公司注册代理之一。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根据他们官方的一个介绍，那这家注册代理服务商它是英国领先的一个公司注册代理，它成立于2014年已经注册了超过100万家公司，并且协助了成千上万的顾客通过专业建议在有限责任公司报告要求和公司治理方面扩大业务。所以说这家公司这家注册代理它还是非常有实力，它的实力非常强。在同行业里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平台这个 Trustpilo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商它的一个评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平台的话，可以同时可以实时递交和批复文件，还有的话它收到的，还有它受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反洗钱监管，同时是英国注册公司代理协会的一个会员，电子化合规和一个文件格式始终保持是最新的，还有他们的一个服务还有他们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时间是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周一至周五全天候待命，等待你的电话和信息。如果说你提交资料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帮你搞定公司的一个注册。 Trustpilot，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Trustpilot 上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评分，总共是有2万多的一个真实评价它有接近5分的一个好评，5分好评它获得了一个 4.7 的一个高评分。这个评分它其实是属于比较高的。另外它还自带伦敦的一个高信用的一个注册地址它有一些高信用的一个地址这样可以方便通过一些平台的一个审核，还有它有一站式的一个增值选项你可以帮你注册一个 VIT 的一个秘书服务确认、报表代办等等满足跨境电商卖家后续的一个合规需求。最主要它是全程线上就可以帮我们搞定你准备好你的护照、你的地址证明就 OK 了。那么 KYC 非常适合中国跨境电商卖家远程操作。首先打开你可以看到我们来到它的首页，在这里就有一个搜索这里它的一个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在这里你可以输入你的公司的一个名字，在这里进行一个搜索。比如说我在这里搜索一个郁金香，然后点击后面的一个搜索，可以看到恭喜这个公司名称可用。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名字不好用，你可以再次搜索，那么你喜欢这个名字就直接点击下一步。好，接下来这里我们就选择点击套餐去看一下。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儿它一共提供了4个套餐。现在我们有3个套餐可以选择。
那这几个套餐我们应该怎么选呢？如果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那么我们就直接选择中间这一个啊，是67.99。这个呢是那这个是英镑哈，67.99。很多人对这个英镑不是很了解，那我们可以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这个英镑换人民币。当前呢，1英镑呢大概是可以兑换到9.40人民币啊。这我们直接可以让 GPT 帮我们搜一下，67.99英镑。等于你不想动脑去算的话，你就直接让 GPT 帮你直接给你说答案。那现在的费率可以看到它会直接告诉你现在的费率是9.42，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相当于这里是656元的一个人民币。这个 GPT 给你算的非常的清楚就相当于只需要花600多块钱人民币。如果说你有英国的一个地址只需要电子文件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选择第一个套餐，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是没有英国的一个地址，所以呢，我们这儿就直接选择中间的这一个套餐。这儿我们就要使用它的这里一个伦敦的一个地址，同时保护隐私。那这个是跨境卖家基本的，我们就可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就可以直接选它。当然，它这里其实还有一个89.99的一个套餐。它其实是专业为跨境电商专门做的一个套餐，那么你可以看到它适合谁这个就是和业务增长的一个店家。那这个到底适不适合，其实我们还是关键要看它里面提供的一些服务到底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去纠结这个问题。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足，你可以考虑选择它的第3个套餐。当然最主要还是看里面的服务是不是你需要的。我们可以点击上面这个点击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这儿比如说这个89.99的它里面有一些什么服务这里面你都可以来详细的看一下。好，这边呢看完之后，接下来我们直接点这个第一个返回。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选择67.99，这里面它包含一些什么样的服务。那么这里我们对应的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首先它有一个可以第一个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注册包含公司注册的一个50英镑的一个登记费用，就是一个申请费。这个必须是每一个套餐里面都是要交的这儿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看的同时，那么它会跳出来有问题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这里还留下了一个联系电话还有一个免费的商业银行账户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在线公司管理器。这里呢它还会送你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这个域名可以.com也可以.co.uk 的一个后缀。还有一个首次确认声明的一个提交这个里面就是包含第1年的一个公司地址的一个费用，还有3个月的一个免费商业电话号码，还有公司注册证书章程和股东证书，之后他还帮你打印公司的一个证书，你要选这里公司的证书这几个套餐它都是支持的。下面就是首次登录公司的一个登录册的一个电子邮件副本第一个套餐它是没有的。下面就是一个伦敦的一个注册办公的一个服务，12个月，有一个伦敦的一个商业地址的一个服务。当然第一个是不支持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后面2个67或者89的。这个呢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套餐，它会帮你代收一些来自企业的一些文件扫描好以后呢发给你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呢价值是96英镑。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你必须要选择第2个或者第3个套餐它才有这个功能。如果说你是要做电商的话，可以看到做电商的话你可能还需要一些增值税。下面呢你还可以选择 PAYE 的一个登记。如果说你在英国那边公司还要招人的话，还要聘请员工，这儿呢你还需要这些服务。下面这些服务可以看到，像这些增值税的一个登记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高级套餐89.99的它才有这个功能，它才支持这个服务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套餐里面它包不包含。所以这里面它有一个关键点呢，对于跨境电商卖家来说呢，如果说你后续需要接收一些来自政府的文件那它的一个代理商会给你提供一个商业地址会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商业地址，你至少要选择第2个或者第3个套餐。其实3个套餐可以看到第3个套餐它只比前面的贵了20英镑换成人民币的话也就是200来块钱。建议呢你可以选择第3个因为第3个里面它的包含的服务会更多。这里选好套餐之后呢，你就可以决定你买哪一个
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儿就点击去购买，套餐选完可以看到啊，你点了个它就会自动跳转到这个订单确认的这个页面。系统呢它会自动勾选一些资料预审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服务。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这儿可以看到它又加了一个增值税啊，加了一个9英镑。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啊，它里面的一些服务哈，如果说你需要添加的哈，你就把它添加上。这边就是一些服务，这些服务呢它是属于一些其他的服务啊，这些服务其实一般刚开始的新公司呢一般是用不上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先暂时不要去开通。如果后续的话你公司有需求的话，到时候你可以再来联系。接下来呢，那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来去结账就可以了。结账后它在下面有写结账后呢，系统会要求你输入新公司的详细信息，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呢会将你的新公司申请发送到公司注册处进行一个批准。可以看到大多数公司在24小时内就可以注册。好，没想到注册一家公司这么容易。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去结账。你可以看到你这里面的一些费用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3天免费试用。在这里刚才给大家讲的，这里有一个提交前审查，那么我们会检查你的公司详细信息以避免错误这个呢我建议大家保留它是帮我们检查，避免我们出现一些错误。如果说有的地方没有及时检查到位，可能后期你花费的钱会更多，所以呢这个可以花一点小钱让注册更流畅。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它总共就是94.98，再加个增值税的9英镑总共就是103，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块钱左右接下来这边需要创建一下你的账户，你的邮箱、你的密码你的一个标题、你的姓氏这些姓在后名在前你的电话。接下来呢在这里呢去输入你的一个银行卡去你的信用卡去进行付款你可以选择你的国家这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就选哪个国家，比如说我们来中国你就选中国。那你按照他的要求去填写好直接去付款就可以了。那么付款之后，接下来呢，那你只需要按他的要求去补全你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公司名字公司名字呢，它必须加上一个 LTD 相当于国内的一个有限公司。公司类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一个公司类型。这里公司类型呢，一共有3种比如说一个英格兰、一个苏格兰、一个北爱尔兰。那我们默认就直接就选择这个英格兰，选择这个英格兰就可以了英国呢，它一共就有这3套的一个登记的一个体系。下面一个可以看到呢，下面一个它是苏格兰第3个就是一个北爱尔兰，它对应的都后面有一个注册的一个局。第一个可以看到一个公司注册局它这个就是卡迪夫。第2个对应的就是一个爱丁堡，第3个呢就是贝尔法斯特。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都会选择第一个英格兰和威尔斯就可以。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差不多有70%-80%以上的新公司都会选择这个辖区，因为这个地方的注册办公室的地址要求低只需要把你的注册地址设在英格兰威尔斯境内就可以了。而这个我们的服务商呢，它就正好可以满足。还有这个地方的它的一些法律它的一些税务呢处理呢都比较成熟，银行开户外资的一个审核会计的服务等这些资料的一些模板几乎都是按照英格兰威尔斯的模板准备的。还有的话，他们的运营范围呢不受限制即使你以后在苏格兰或者说在海外经营，只要你的注册地址没有搬，那么就不需要去改辖区。那如果说这个地址选错有什么影响，你的公司注册以后，官方的地址呢必须长期留在所选的一个辖区你要搬去别的辖区的话，你就需要先做官方的一个变更，还有你的文件的抬头，比如说你的公司章程公司的一个年报抬头都会是写着这个威斯尔的。税率问题，英国公司的一个税率呢，它也是在3个辖区目前是一致的。日常的一个你的比如说像今年的一个跨境收款，不会因为辖区不同而改变这个税率，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开始就要选对。那你选错了，就后期去变更这些，其实就相当的麻烦。那选完之后，可能还需要选一些细分的一些类目比如说跨境电商你可以搜一下。类目太多你可以去搜一下。好了之后，你就直接去进行下一步，按照它的一个流程直接去一步一步的去填写就可以了它因为有一个自带的伦敦的一个地址，所以呢，大家不用去考虑这个地址的一个问题。那
那假如说后期的话，你还要用的这个地址，比如说你明年还要用这个地址的话，到时候呢你去续费就可以了。它的续费价格呢，大概每年是39英镑。还有去填写一些也就是快递或者官方的一些信件，最后要寄到哪个位置因为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选择89.99它里面就提供了下面这里它就提供了一个商业的一个地址，就可以用来接收政府的一些文件他们收到文件以后，扫描以后就会发给你，不管你在哪个国家注册，包括你如果说要在美国注册都是一样，必须要有一个接收一些公司的一些文件。这个呢，当然你选择第二个套餐它也是有的那么如果说你需要在国际上接收或转寄一些文件的话，这里有个网站呢，我推荐给大家。这个呢，它叫 Peers， 它的链接大家都可以在描述栏找到。这家公司它成立于2009年它是属于一个国际包裹邮件转运的一个平台，它的总部呢在香港，在英国、德国在中国的深圳设有自营的一个仓库。那注册后的话，你会得到5个虚拟地址。网购的包裹信件的话，优先送达到这个仓库地址，再由他们统一帮你打包转寄到全球任何地区都可以。那有需要大家可以到这儿来聊一下，相关链接都可以去描述栏找到。接下来呢，就去设置公司的一个管理层注册有限公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至少你要有一名董事和一个股东。好了，你这里跟着一步一步往下填。你注册好以后呢，可能大概等个1-2天你就会它会让你一个 KYC， 也就是一个身份认证，一般2-3个工作日，周末可能要等到星期一因为周末是不上班的。这封他会给你发个邮件这个邮件大概就是告诉你说明根据英国的一些什么反洗钱法规必须要核实股东董事的一个身份，还会给你一个专属的一个验证的链接。那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我们就可以提供我们的护照，还有一个地址证明。你就根据他的一个要求去完成一个 KYC。 另外还会收到一个邮件那这个 APP 主要是用来进行比如说摄像头的一个扫描、护照的一个拍照等等。你打开邮件以后，你打开网站给你发过来的邮件里面呢有一个注册代码，你需要把它记录下来你可以去苹果的应用商店把这个 APP 下载到你的手机上，安装好以后呢，输入发送给你的一个注册代码，那么系统会引导你一步一步去完成身份的一个认证会叫你先拍护照，还会做一个人脸的识别。整个流程的话可能也就2分钟就搞定了他们收集了数据以后的话，就会把这些消息传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你可能会卡在这个地址证明这一步其实中国的话呢，注册地址证明的话，其实可以用你的水电的一个账单银行信用卡的一个账单都可以。现在他们呢这个规则好像是有点改动他们只认这个就是个人银行信息综合查询凭证。那么你地址证明用这个的话，目前是最稳妥的一个文件平台的话它接受度是最高的这个就是根据你个人银行信息综合查询的一个证明。你可以比如说你去中国银行，直接去中国银行打印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没有中国银行的话，你也可以去现场办一个，办好之后呢让他给你打出来了也是没有问题。那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大致的一些地址证明，把所有的信息完善以后呢，你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接下来呢，你就回到平台来登录你的账号，登录你的后台，去订单里面去查看它的相关的一个进度相关的一个进度正常情况下呢，3到5个工作日基本上就搞定了。那你的一个英国公司就注册好了。你可能还会收到一些比如说类似标题的一些文件，它里面包含了几份什么 PDF 非常重要，记得全部把它下载保存。大概会收到几封邮件，这几封邮件你全部要把它下载下来。第一个呢就相当于一个营业执照，上面有你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以后开银行啦、注册实退部或者外资啦一些都要填这个号码。另外第二个呢，它就是有一个6位的一个授权码，日后登录的时候改股东信息这个是必用的这个必须保存。第三个就是一个股东名册的一个董事名册，证明你的股权结构。第四个就是个人的一个股权的一个证书。还有第5就是一个公司的章程。邮件它的正文呢还会给你一个伦敦注册的一个地址邮编是一串数字字母混排的，你可以把它先存在你的手机备忘录，接下来开账户时呢，它这个是经常要用到的。好，注册好了英国公司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申请，比如说退补账号申请一些国外的一些收款账号。
都非常的方便，因为你有了公司的话，很多事情你办起来就非常的简单。其实整个注册过程在线就可以完成在线就可以提交，包括一些 KYC 的一些认证、地址证明，等待审批，下载公司的一个核心文件，整个流程大概呢，也就花了这么多钱就花这么多钱，1000块钱不到所以价格非常的实惠，性价比很高。后期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税务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注册公司的不懂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他们的客服。很多做跨境电商或者创业的朋友，你想要注册一家公司，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你本人亲自去办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以通过一些代办的一些服务商直接就帮我们搞定，我们自己出点钱就 OK 了。那如果说你想要注册的是一个美国公司，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去注册美国公司，去申请内部账号，或者说美国公司怎么样注册美国公司注册的一个详细步骤大家也可以来看我的这个视频。那么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上方的一个右上角。那如果说你是刚刚入门的一个新手小白，想要做跨境电商的话想要从零开始，那大家可以来看我这期视频，5小时的一个超详细的一个干货教程包括从 Shopify 的一个注册到广告的一个投放这里面都会讲得非常的详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